你的 AI 助理为你完美规划了一整天的行程，它知道你何时需要一杯咖啡，提前预定了你可能会喜欢的餐厅，甚至在你情绪低落时，播放了最能安抚你的音乐。这种极致的个性化服务听起来很吸引人，但它的代价是你必须交出几乎所有的个人数据，你看过什么，在哪里停留，你的心跳速率，甚至你的微表情。现在，你有一个选择，你是愿意成为一个透明人，享受这种无微不至的便利，还是愿意守护你的隐私，但只能获得最标准化、最平庸的服务？这个问题背后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矛盾：便利与隐私，效率与自主权的零和博弈。我们往往被动地接受科技给我们的选项，却很少思考，我们是否能主动设计一套更好的规则。这部影片将不会给你几个零散的建议，我将为你提供一个来自科技预言家凯文·凯利的完整思维框架，用来系统性地理解并布局未来25年的生存策略。这个框架来自凯文·凯利，人称 KK， 传奇杂志连线 Wired 的创办人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他对网络社会的许多预测都已成为现实。而他的新书2049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趋势预测书。KK 并非在扮演一个算命师，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相反，他更像一位战略架构师。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极其戏剧、乐观且可能实现的未来蓝图，然后邀请我们一起思考，为了抵达那个我们想要的未来，我们现在需要搭建什么样的基础设施，建立什么样的规则。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如何主动创造未来的操作手册。要理解 KK 的未来框架，我们需要拆解3个环环相扣的核心系统，它们分别是未来世界的场景、行动者，以及支配这一切的规则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未来世界的场景，镜像世界 Mirror World。镜像世界是下一代网际网络的终极形态。它不是指一个完全虚拟的空间，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1比1无缝融合的数位叠加层。你所见即所得，既是真实，也是数位。这个机制的核心驱动力是一个即将取代手机的设备——智能眼镜。到了2049年，手机将成为历史，数十亿人会戴上轻便的智能眼镜。当你看向一栋建筑，它的历史、空置率、用户评价会及时浮现在你的视野中。当你走进厨房，眼镜会标示出哪些食材即将过期。当你与人交谈， AI 可以及时翻译对方听不懂的语言。这背后的运作逻辑是，无处不在的感测器和镜头正在对物理世界进行360度的数据捕捉，创造出一个即时更新的数位孪生 Digital Twin 世界。而你的智能眼镜就是进入这个世界的终端。KK 形容，这将是苹果所说的空间计算 Spatial Computing 的真正实现。整个物理世界都将成为你的操作界面。而要处理如此海量的数据，需要一个前提： AI 必须像电力一样，变得极度普惠和廉价。AI 将成为像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，为整个镜像世界提供底层算力。在镜像世界这个新场景中，我们的生存策略必须从2个层面进行升级。我们的互动方式将从点击荧幕转变为更符合直觉的语音、手势和眼动追踪。未来的内容创作者、产品经理思考的不再是 App 的 UI/UX， 而是如何在3维空间中设计流畅、沉浸的体验。这意味着，基于平面的图文和影像，
将逐步让位给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全沉浸式 3D 内容。KK 引用了电影《骇客任务》的经典场景，主角可以在几秒内将驾驶直升机的技能下载到大脑中。在镜像世界，这将成为可能。当你需要修理一个水管时， AI 助理可以直接在你的视野中一步步投射出维修指令。学习的模式将从预先储备知识转变为及时调用技能。你该如何为此做准备？思考一个问题：你目前的核心技能，在一个3维沉浸、即时的环境中，会以什么形式存在？有了新的场景，我们需要理解其中的新行动者 AI。但 KK 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，他称之为艺人智慧 Artificial Aliens。AI 的发展目标并不是要成为人类的复制品，它是一种本质上与我们不同的异类智慧。因此，未来25年，人与 AI 的关系不是取代，而是共生。我们需要学会与一个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外星人合作。这种合作机制的基础在于理解 AI 和人类智慧的根本差异。KK 引用了《星际迷航》中逻辑缜密的瓦肯仁斯波克与充满人性的柯克舰长的关系来比喻。AI 的智慧是多维度的，它在记忆力、逻辑推理、模式识别上远超人类。它能处理我们无法想象的海量资讯，但它的思考方式是收敛的，擅长在已知的边界内，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，实现最优解。KK 称之为小写的创造力 creativity。而人类智慧的核心优势在于发散性的思维、价值判断，以及真正的创新，也就是从0到1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。KK 称之为大写的创造力 creativity。AI 在未来25年很难触及这个领域，因此人加机器将成为主流模式。人类扮演指导者和合作伙伴。我们提出问题、设定目标、注入价值判断，而 AI 则作为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，去执行和优化。正如 KK 的一句金句所说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关系。人类以各种方式参与 AI 的运作，而不是让 AI 在云端独自思考。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指导者，你需要培养2种核心能力。当 AI 能提供所有已知问题的答案时，答案本身就贬值了。真正稀缺的是提出一个好问题的能力。一个深刻的问题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而这正是 AI 难以做到的。未来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标准，将不再是他能解决多少问题，而是他能提出多高品质的问题。不要期待一个万能的 AI， 未来将会是无数个专用 AI 的时代。一个辅助医生诊断的 AI 一定比一个通用的 AI 助手更强大。你的策略应该是思考如何在你的专业领域利用一个专用 AI 伙伴，将你的能力放大10倍和新伙伴。我们还需要一套新的社会规则。这就是 KK 提出的第3个概念：透明社会 （Transparent Society）。在镜像世界中，数据采集无处不在，一个高度透明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我们无法阻止它，只能管理它。核心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数据驱动的极致个性化与个人隐私之间，建立一套公平、对等的社会契约。这个机制的运作，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选择题。KK 认为，透明与隐私，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如果你想要 AI 助理为你打理一切，你就必须让它彻底了解你。大多数人在权衡之下，
会不自觉地选择用隐私交换便利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就只能任由大型机构窥探我们的生活？KK 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，叫做互鉴性 covalence。这个词很关键，它的意思是相互的、双向的看见。这套规则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。如果一个机构有权查看我的数据，那么我也必须有权知道是谁在看，看了什么，为什么看。而且，系统必须提供清晰、易于操作的申诉和纠错机制。这不是单向的监督 surveillance， 而是双向的透明。正如彼得·杜拉克所言，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。我们不能等待规则的出现，而要主动参与设计。面对透明社会，我们的策略是成为一个积极的规则建设者，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数据提供者。停止将你的数据视为无关紧要的副产品。你的数据是你最重要的个人资产。你需要学习如何管理它、授权它，并在必要时收回它。未来可能会出现数据信托或数据经纪人这样的职业。在你的组织、你的社群，甚至更大的范围内，倡导建立基于互鉴性原则的数据使用规则。无论是企业的客户数据政策，还是社区的公共安全监控，都应该追问：数据的透明度是双向的吗？用户的权利得到保障了吗？这需要全球性的共识，但必须从每个人的认知转变开始。所以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凯文·凯利在2049中提供给我们的，不是一个水晶球，而是一套思维模型，预演未来场景，倒推实现路径。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个由镜像世界构成的新场景，理解了我们需要与艺人智慧这个新伙伴如何协作，并指明了在透明社会这个新规则下，我们必须去争取和建立的权利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本书最大的启示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未来的态度。它让我从一个被动的、试图预测浪潮的冲浪者，转变为一个主动的、试图构建堤坝和航道的工程师。我们讨论的不应该仅仅是 AI 会为我们做什么，而应该是我们想用 AI 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这将是我留给你的制式挑战。如果由你来为镜像世界设计一条核心的互鉴性 covalence 规则，你会如何设计？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它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？请将你的分析与洞察分享在下方的留言区。当然，这部影片只是对2049这本思想句着的框架性提炼。我强烈建议你购买原著，去亲身感受凯文·凯利那充满细节、乐观且极富智慧的未来构想。感谢你的时间，这里是核心知识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